老中医说气血足不足，其实通过一个部位就可以看出来。这个部位是哪里呢？那就是我们的手。看手的温度，如果您的手一年四季都是温暖的，说明气血充足；如果手心偏热，或者出汗，或者冰冷，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。第二，我们看指腹是否饱满。那不管什么年龄段，假如你的手指的指腹扁平、薄弱或者指尖细细的，就代表气血不足；而手指的指腹饱满、肉多有弹性，就说明气血充足。第三，我们看我们食指上是否有青筋。正常情况下，手背上可以有青筋，但是手指上手指的内侧不应该有。那如果在食指上看到有青筋，说明从小到大消化功能不太好。如果在小指上看到呢，就说明是肾气不好。第四，我们看掌心的纹路，大家把手翻过来看一下掌心，如果掌心下面接近腕横纹的地方纹路多而且深，说明小时候营养不太好，体质偏弱，气血不足。那这类女性呢，就容易患有妇科疾病，要注意好好的调养。还有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月牙，正常情况下，除了小指，其他8个手指上都应该有月牙。如果在您的手指上看不到月牙，或者只有大拇指上才有，那说明体内的寒气重，或者循环功能差，气血不足，导致血液到不了手指的末梢，所以就没有月牙。那月牙的大小也是有讲究的，在大手指上，月牙的面积呢，应该占整个指甲面积的1/4或者1/5。那在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上，最好不要超过1/5。那月牙过小，就是气血不足的表现。但如果月牙过大就好吗？那也不好，也不是什么好事啊。月牙过大就是出现高血压的症状。那另外，如果在指甲上发现竖纹，那就需要提高警惕了，这说明您的身体正在透支，很有可能是气血两亏，这是一个容易衰老的表现。那气血不足在人体的相关器官也是有表现的，比如眼睛，眼白的颜色浑浊发黄，就表明你的肝脏气血不足。那眼白与肺和大肠的关系非常密切，如果眼白有血丝，都为肺部或者大肠有热。那眼袋很大，就说明是肾虚。上眼皮下垂，这说明是脾虚。那眼睛干涩，眼皮沉重，也是代表气血不足的一种表现。如果两眼呆滞，晦暗无光，那就是气血衰竭的表现。有黑眼圈是脾和肾虚的表现。再就是头发，头发与肝和肾有密切的关系，肝血充分，头发就有充足的营养，供血充足。那肾中精气呢，是人体的根本，头发的生长和健康状态，它与肾有密切的关系。那头发变白，都是肝血肾气衰弱的表现。那有些青少年短时间内会出现白发，并且脾气不好，容易发火是因为肝郁血燥。那如果伴有睡眠不好、腰膝无力、耳鸣，那是肾气不足的信号。如果我们的头发出现大量的脱落，而且头发越来越稀疏，就要警惕是整个身体的血气问题。头发油腻是说明你的脾肺不和，脾的气太过，肺的气又太虚，就会出现头油的现象。那头发的生长速度和肝血也是相关的，肝血不足，头发就长得慢，而且会干枯。我们皮肤的光泽和弹性，还有皱纹和我们的肺关系非常的密切。那皮肤白里透红，有光泽，有弹性，无皱纹无斑，那代表您的肺气血充足。反之，皮肤粗糙、没光泽、发暗、发黄、发白、发青、发红长斑，都代表身体的情况不佳，这是气血不足的表现。
那么我们的面色，就是我们的脸色呢，是气血的晴雨表。面色苍白代表肾气不足，面色萎黄代表脾肺气虚。那牙齿与肾的关系最为密切。如果一个成年人的牙齿稀疏、牙齿松动、牙龈外露等等，都是肾气、肾阴等匮乏，那牙龈和肠胃有关。如果出现单纯的牙龈红肿啊，多是胃火上扬所致，也可能是胃炎所致。那牙齿松动脱落的主要原因呢，那就是牙槽骨不坚固，可能是骨质疏松导致的。那牙龈萎缩代表就是气血不足。当您发现您的牙齿的缝隙变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容易塞牙，那就要留意您的身体了。还有就是一个人讲话的声音，他的声音是否洪亮有力，都是气血的表现，都是肺气充足的表现。那气血不正常，人的声音就会表现出来。如果肝气过盛或者肝阳上亢的人呢，常常就喜欢大呼小叫，就肝火旺。那肝气郁滞的人，那常常他就会叹气。睡眠入睡得快，睡眠得沉，睡得非常安稳，呼吸很均匀，可以一觉睡到自然醒，那是气血充足的表现。那如果入睡困难，睡到半夜还会惊醒来，睡不稳，睡得很浅，那说明气血不足。还有就是夜尿多啊，打呼噜，都是气血亏虚的表现。那气血不足在人体的病理上其实表现很多女性呢还有月经不调等等。气血不足会影响到心脏，因为气血不足就导致心慌、气短、胸闷的症状。那还会危害到大脑，气血不足呢，它伤到大脑，就头晕，还有记忆力下降。这些症状呢，都是大脑出现血液供应不足的最初表现。有的还会偏头痛，这真正的就会伤到了大脑。那气血不足，它还会伤到我们的肝脏。因为脂肪肝和高血脂都是由于肝脏长期缺血造成的，所以想要肝脏不出问题，首先我们要保证供血充足。危害到肾脏，肾脏呢是我们的排毒器官，气血不足会危害到肾脏。这个大家都知道，如果肾脏的血液不足的话，那么毒素就没有足够的动力排出来，堆积在人体呢，就可能会出现尿酸偏高等症状。那么还有就是危害到肠胃，因为肠胃的正常运转需要充足的血液供应。那如果气血不足，肠胃就会缺血，从而削弱肠胃的功能，导致肠胃功能变差。那会什么呢？就会引起慢性的肺炎等等。还有就是乳腺的疾病，因为气血不足，常常就会引起气滞血瘀、肝气郁结，从而导致乳腺上的疾病。最常见的就是乳腺增生。所以说，气如果没有血作为基础的话，就变成了身体里的邪火，就像中医里常说的百病生于气。由此可见，如果气血不够充足和谐，那人体就达不到健康的这个状态。那气血不足呢，我们及时调理，辨证施治。如果没有典型的病理状态呢，我们可以自己在家煲一些鸡汤，可以补气，可以放一些人参、西洋参，还有就是黄芪泡水喝。黄芪煎水，黄芪是补气的。当归是补血的。平时我们可以用当归切几片当归，一个鸡蛋，放点红糖，在月经过后喝一碗，可以补气补血。血虚的人就大概喝个1-2天，每天1碗就可以了，不要一直喝。除此饮食之外呢，还有就是减缓生活的压力，自我调节心情，保持愉快的心情就是最好的养生。此影片仅限于居家养生参考，不能代替医生诊断及治疗。关注简单生活，把健康养生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。订阅本频道并打开小铃铛，以便及时收到最新的养生妙招。